它尽量做到肛内肚内，不是气肛，是下半部肚内的，它不会让你不能让它变真空，因为真空的话你有打到肛体内，打到气肛内混合，因为如果你肚内是真空的话，它会透过活塞环的一些把你混合好的油气体又吸下去，那就不对。所以说肛内跟肚内的压力要有一个平衡，也有一个平衡在。这个我是知道台湾有人在卖这种东西，其实这也只是一个 know how 啦。然后而且每台车你必须要有表下去量，慢慢的量。但是我是觉得啦，因为同样一颗引擎，你在什么转速下，它会产生多大的吸力，或有时候都不一定哦。所以说，就算你今天调好了，就算你高速调得很好，但是你低速搞不好会对引擎内部造成影响。所以我还是直接就是针对废油回收罐它的用意去做安装，我没有做格外的跟动，没有做那个双进气什么调节法去调节肚内的那些负压，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风险在，而且这个风险可能蛮大的，所以不是很确定之前我就先不玩这个。然后废油回收罐的用意刚刚有讲到，就是因为废气一定会带油气，基本上就是废油气了。废油气出来的时候，我们把废油气它里面含的废油尽量留存在废油回收罐里面，然后让送回去的气体尽量干净，然后温度低一点，它就不会造成节气门后半部的积碳。其实我刚刚有讲节气门后半部的积碳才是最严重的，所以说节气门后半部的积碳都是这个引起的。然后进气气门导杆气门口那边会积碳啊干嘛，也是这个造成的。所以装废油回收罐那才会念错，一定有它的好处在，但是我的建议就是你的管子不要小于原厂配给你的那个管子的口径，然后长度尽量不要过长。像我为什么会装在这边，因为目前来讲车子在行进间空气从前面打进去以后，透过了水箱散热以外，旁边会有很多气流在跑，所以说这边可能会形成一道，所以而且我的材质就上盖是铝合金，下面这是工业用的，下面是那个耐热塑胶，而且是透明，比较好观察。所以我会放在这边的用意就是我尽量让它不要承受温度过高。然后我找一个东西，现在这是某种饮水机里面的一个配件，它的构造跟我装的废油回收罐构造，基本上废油回收罐的构造就是这样子。像我刚刚说德国那个 ABS 的，它就是里面有多一个燃油装置，燃煮的拦截的拦，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然后各位看到这边有个箭头，表示它的空气是从这边进来，然后从这边出去。它并不是阀门装置，而是它的设计是它会经由多一空间。像这边我们看到有个小洞，这个小洞是这个空气在外圈，它的进口在外圈，这角度不是看得很清楚，在外圈，它气体打到这个内圈的时候，它要产生一个类似拦阻的效果。如果你的气体里面有，这也算对啊，我突然想到这有人叫油水分离器，它的用意就大概是这样子，让进来的气体经过减速，然后拦阻以后，把
里面你要拦截的气体留在杯子里面，然后因为物体一定有重量，然后你重量垂下来以后，碰到孔壁啊那些内壁以后，它会产生一个流质下来，然后比较干净的空气就从这一个出口干笑法这边出口这边把它吸掉，然后出去的空气就会比较干净。然后我知道有些机器好像它的这个罐子本身它有附降温的功能，比如说它里面可能有放一个那个什么电阻导体哦，它一边像那个饮水机功能那种一样，但是那个又太麻烦。然后它的原理大概就是这样子，缸内的气体从这边进去，然后经由这一颗让它分离拦截下来以后，干净的气体，好吧，脏的气体从这边爆炸完后的气体油气经由里面这个过来拦截以后一个循环，然后再由这边干净的气体就从里面出去，再回到引擎室里面，再回到节气门后方，让引擎再进去做二次燃烧。我记得人家都说啊，如果这个真的好用的话，为什么那些赛车啊干嘛他们不装？其实赛车他们不装的原因是因为这一颗，其实那个废气不要回收是对引擎最好，但是对大气对地球的环境是个伤害，所以说市售车绝对都会有这种东西存在，都一定会有把废气回收进去的管子存在，但是有没有废气回收管，这个就是市售车好像，我记得市售车好像有，但是它们不是这种形体存在，它是另外一种形体存在，但是功能是一样，然后他们那个算是耗材，然后一般我们自己加装的东西耗损率就比较没那么高啊，所以不能说它是耗材，因为你正常使用的话，可能5年8年搞不好都不会坏。我记得好像是福斯还是哪一台车，它里面就有一个类似这种东西，然后可能一年左右吧，1年左右1年多，它那个膜会烂掉，然后就会导致你车子不顺啊，干嘛会？因为它会额外吸气进去，所以说，对了，刚刚忘记讲，你要装那个导管，装废气回收罐所安装的管子，记得一定要耐热耐油，要不然可能会高温融化啊，硬度也要够。要有时候在那个你引擎节气门后方在吸的那个吸力蛮大的，管子有可能会被吸扁，所以刚看到我的车子，我那个管子里面是有类似铁丝啊，有点像弹簧，它会维持管壁不会被真空不会被吸力吸扁。然后大致上废气回收罐它的用意就这样子。我是觉得如果各位要装的话，尽量，因为如果你要买市面上现成的话，尽量就是做好散热的问题，不要靠引擎室太近，或者说可能就像以前装香菇头，再自己弄一个隔板，不要让热空气直接跟它接触，因为市面上卖的几乎都是铝材质啊。然后安装上，如果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或者说你们有更好的方式的话，也可以跟我讲，大家一起交流。因为我装那颗小颗，我是觉得不需要装到那么大颗啦。然后我装那颗，我也装了好几个月才看到一点点油而已。所以说大颗小颗因人而异啦，我是尽量不要增加车子的负担，马力重量比的原则啊。所以说好啦，今天光介绍这个就到这边咯。如果还是老话一句，我的频道刚起步，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
他们那种有后勤资源的网红那么好，但是还是请大家给我鼓励，谢谢，拜拜。